在我们开始讲之前，我想先恭喜一下，再说一句，尼康牛逼！如果你关注最近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影像行业出了一些大事。尼康和 Red 关于内陆 RAW 的诉讼，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Red 的诉讼最终向法院撤回，达成了庭外和解。这就意味着尼康 Z9 能够保留住它的内陆 RAW 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尼康新的相机也能够拥有内陆 RAW， 比如这台 Z8。那关于 Z8， 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尼康的刀法怎么样。那相比 Z9、Z8 的体验到底打了多少折扣？那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Z8 的话，它就是一台更加小巧的 Z9。Z9 身上的优点，它一个不落的全部继承了下来，而 Z9 身上存在的问题 ，Z8 也依旧存在。说真的 ，Z9 确实很优秀，但是为了兼顾照片的拍摄，尼康把它设计成了方块机，更适合专业人士。那其实它并不是最适合用来拍视频的，手持拍摄还凑合，握姿会有点别扭，手没法完全拖住镜头，稳定器也会更难调平，因为它的重心会更高。只不过在当初那个参数之下，这些问题我也都忍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不存在。那相比 Z9 这台全新的 Z8， 第一个区别就是机身设计。Z8 回归了传统的微单形态，没有了底部的竖拍手柄，体积减少了约 30%， 重量也减少了大约 30%。那对于视频拍摄友好了很多，手持拍摄上稳定器都会更加方便和快捷。那只不过体积的减小也会带来一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电池。Z9 的电池给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属于人快不行了，电池还能接着给你干，根本不给你闲下来的机会，2块电池就能够用1天。那这次 Z8 用的是和 Z6 和 Z7 一样的这个 ENEL15C 电池，那续航其实我觉得还算不错，当然不能和 Z9 来相比。在我们样片拍摄的过程中，1块电池大概能坚持2个小时左右，1天可能需要3到4块电池。那日常的轻度使用，对于视频拍摄来说，也至少要准备2到3块电池才能放心。第3个区别就是卡槽方面 ，Z8 这次采用的是 CF Express Type B 加上 SD 卡的组合。那这个组合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尼康给了你2种选择，你想要更好的拍摄体验，那就用 CFE， 想省点钱那就 SD。尼康并没有在你使用 SD 卡的时候限制太多的格式，你仍然可以用 SD 卡拍摄 8K 25帧的 H.265 的视频，这没有问题。而且你甚至可以选择用 SD 卡来拍 ProRes 格式，只不过卡速不够的话，撑不过几秒就会停止。在这一点上，尼康还是挺良心的，至少给了你选择。那讲到这里，基本上就是 Z8、Z9 这2台相机的所有区别了。是的，你没有听错，尼康它又做了一次老实人，没区别了。Z8 拥有着尼康目前影像的最强技术。那这就意味着它的视频性能会和 Z9 一样强大。This love is like the church bells, as loud as they can ring. In the good man's face on his wedding day, when he sees his bride to be, it's like a little girl holding her daddy's hand.To see, yeah, this love is like no other. It's taking over me. Z8 采用的是和 Z9 相同的4571万像素堆栈式传感器，相同的处理器，这就意味着 Z8 也可以拍摄 8.3K 60帧12比特 NRAW 的视频。尼康没有在参数上进行任何的严格 ，ProRes RAW、ProRes 422HQ 它都有。那说尼康是老实人，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我觉得它和别的厂商真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2023年，内陆 RAW 视频已经成为了厂商之间的下一个必争之地。那相比佳能的 R5C 的内陆 8K RAW 的体验，无论是在续航还有对焦之上 ，Z8 都是更有优势的。而索尼这个老大哥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它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微单 ，A1、A7、R5 都有 8K， 但是就是没有 RAW， 也没有 8K 60帧。3家斗地主，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在视频方面，这个地主竟然是尼康，但是它就是出现了。那当然反过来说，虽然 8K RAW 它有很多优势，我很喜欢，但是我也明白这终究是给少数人用的。逻辑上，一台 8K 相机在今天做一个商业上的拍摄，那 8K 超采样的 4K ProRes LT 的格式，无论是文件体积、后期流程、画面质量，都是我认为目前来说的最优解。但是 ProRes LT 这个选项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在 Z8 的菜单里。我们在 Z9 的评测里就抱怨过了，但是 Z8 还是没有。现在 ProRes 422HQ 的格式是 Z8 上提供的，它拍摄 4K 50帧的格式，1TB 的卡只够你拍摄1个小时19分钟。我还是希望尼康能够努力把这个 ProRes LT 给加上，真的会好很多。毕竟固件更新就是尼康的强项，拜托了。那抛开这些参数，无论是过去的 Z9 还是现在的 Z8，
他们所拍出来的画面我真的还是挺喜欢的。那还记得我在 Z9 评测里面留有一个遗憾吗？就是我说我到今天都还是没能用上过这颗 f0.95 光圈的镜头。那这一次我们总算如愿以偿用上了这颗全画幅的夜深，这是光圈 f2.8 快门1/100 ISO 800所拍摄的夜景画面。而当你把光圈拧到 0.95 的时候，是这味儿。实话说，这个镜头又大又重，也没有自动对焦，但是 0.95 还想再说一遍，当你用它来拍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是真的会喜欢上它。我们在重庆拍了很久，爬了一整夜的楼，累是累，但是真的很爽，拍出来的画面。那我们也分享了一些素材到官网，也欢迎你去点个赞，免费下载，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调色都可以。那尼康作为以光学起家的公司，这颗 0.95 的夜深镜头，那我相信尼康就是想用这样的工业艺术品来证明他们以光学而骄傲。那确实这颗镜头的光学素质，我觉得对得起他们的骄傲。在光圈全开的情况之下，画面依旧非常的优秀，哪怕是边缘的画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不过5万块钱的售价，注定它不是给大部分人准备的，哪怕我们自己也不可能买它，能借到它都是一个幸运。那当然这颗镜头也不是没有缺点，光圈全开模式之下，我们发现它高光边缘还是会出现像这样的色散现象，那这确实是一种光学上的瑕疵，可以理解。再就是景深实在是太浅了，这不算缺陷，但是有点难用。这在拍摄过程中需要非常注意焦点，你多抖一下，这焦点就不在了。那尼康的设计初衷，我才并不是拿它来拍视频的，照片才是它的主战场。所以对于视频而言，拥有自动对焦的50毫米 f1.2 是一个更加理性的选择。那讲完了这颗镜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小的机身 Z8 它过热吗？那答案就是表现还行。我们在室温25度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录制 8.3K 50帧的 RAW 视频。Z8 在20分钟左右出现了机身的升温提醒，但是录制并没有中断，最终录了50分钟左右。那如果你的拍摄规格会更低的话，那理论上时间会更久一些。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至少它不像 Z9 可以完全不管。那如果你有这种采访或者纪录片这种长时间记录的需求，那可能 Z9 才能最终满足你。在果冻控制方面 ，Z8 和 Z9 传感器一样，所以都是第一梯队的水平，读出速度非常的快。在我们拍摄过程中，有很多航拍的镜头大范围移动都没有出现可见的果冻效应。那第二个就是防抖。那 Z8 对于日常拍摄来说，只要不是大范围的运动，你用手持拍摄也完全够用。那这次 Z8 还拥有了一个 Z9 之前没有的东西，就是波形图功能，能够让你更加精准的控制曝光。但是让我觉得难受的就是尼康这块屏幕，我们拍摄过程中基本上都会用机内自带的颜色辅助，而尼康这块屏幕还原之后，就基本上失去了看画面曝光的可能性。画面看着正常，但是一看波形图，它就是一个欠曝的状态。所以用这台相机，你一定要按照波形图来曝光，哪怕你看到的画面几乎全部过曝了，但是也不要信它，看波形图。那还有一个就是尼康的 N-Log， 这对于这台机器来说是目前最大的限制。动态范围它把它限制在了12档多一点，那尼康真的得考虑一下推出一个 N-Log 2。除此之外，还有蓝色容易溢出这个问题，我们在 Z9 评测里面都有提到，你可以去看一下 Z9 的评测，真的是一模一样。那简单来说，就是目前尼康只是把 Z9 的东西搬进了一个更小的机身，并没有做任何这个画面还有处理方面的升级。那别的方面 Z8 做的都非常不错，优秀自动对焦、菜单逻辑、按键布局这些都很棒，还有按键背光这种贴心的功能，它也都保留了。那正如我开头所说 ，Z9 身上的优点，它一个不落全部继承了下来。那后半句 Z9 身上存在的问题 ，Z8 也依旧存在。所以说对你来说，选择 Z8 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 Z9 的参数，还有 Z8 现在的价格。假如可以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是真心希望尼康可以通过固件更新的方式，让 Z8 和 Z9 再上一个台阶，让它成为真正的六边形战士。OK， 讲了这么多 ，Z8 你会买吗？那今年我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厂商们都已经卯足了劲，很多产品都在地平线上，都是杀手级的产品，所以不能再说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